终于回来了，这片我出生的土地。张娃，我在这片烂土地上活了一辈子，这片地呀，啥都长不出来。我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能看着这块烂土地里能长点值钱的东西，让村里人不用只靠种棉花苦熬。爷爷，江娃，你不是在外头大城市上班吗？咋回来了？哎呀，江娃都多少年没回来了，还不让娃回家看看？江娃，这都晌午了，你还没吃饭吧？等会儿到婶子家吃饭哈。婶儿，我先回去回去收拾，好几年没回来了，家里不收拾一下没法住。江娃，要搁家里待几天啊？你可是大忙人，难得回来一趟。今儿晚上叔非得拉着你好好喝几杯。今天就不喝了，我坐车坐的都快吐了，再喝酒估计真得吐了。反正我这次回来以后就不打算走了，咱们有的是时间喝酒叙旧。啊？啥？你不走了？你不是在外头大城市上班吗？放着体面的工作不干，回咱这穷疙瘩干啥？就是啊，咱们这盐碱地种啥死啥，祖祖辈辈守在这儿，都是天生的穷命。你回来能干啥？江娃，当年全村凑钱供你上大学，是想着你发达了，能帮衬帮衬村里人，不是让你犯傻的。亏我当年还出了500块。早知道会被你糟蹋，当年就是丢了喂狗也不给你。叔，婶儿，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恩情刻在骨子里，所以才想回来发展咱们村。咱这儿穷了一辈子，难道你们就乐意一辈子种棉花，一年到头只挣2、3千？我呸！发展个屁！瞧见没？为了洗这盐碱，年年大水漫灌，水费人工搭进去多少？地里碱霜一点没少。这块破地也就能种点棉花。哎，江娃，你过去干啥？那水臭的熏死人！我没看错，这水里有结晶，那水质就肯定含有高盐度和高矿物质的微量元素。同学们记住，海水养殖的核心就在于水体的盐分比例和矿物质成分。水对了，海鲜就能活。不，这根本不是什么废臭水，而是源源不断、成本为0的可养殖人工海水。爷爷，我要在戈壁滩里养海鲜。不仅如此，我还要让它变成全中国最赚钱的海鲜基地，让咱们全村人都吃得饱、穿得暖、过得好。接下来，各组把秋季棉花灌溉和集体水渠修缮的时间排一下。还是老规矩，大家都上点心。阿卜杜大叔，请等一下。各位乡亲，请耽误大家几分钟。这几天，我把村里洗盐碱排出的废水全部做了取样检测，
大家看我手里的试纸，这上面的颜色代表着高含盐量和丰富的矿物质。咱们天天发愁白白流掉的咸废水，在水质基底上和沿海养殖海鲜的海水高度相似。矿什么？咱这儿也没矿啊！姜娃，你到底想说啥？我有个想法，咱们就地利用这些洗盐碱的废弃咸水，养殖螃蟹，让咱们戈壁滩上不靠大海也能养出海鲜。什么海鲜？陈江，你他妈疯了吧！咱们这儿的盐碱地草都不长，姜娃还想养海鲜，疯了，绝对是疯了！陈江，你在沿海大城市读了几年书，怕不是把脑子读傻了吧？咱们村儿离大海几千公里，哪儿来的海水让你养海鲜？做梦都不敢这么梦呢！咱们这地里全是盐碱毒水，庄稼都活不了，那海里的螃蟹能活？纯粹是瞎折腾，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姜娃，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想替村里人找条出路，但这事儿实在太离谱了。戈壁养海鲜，从古到今听都没听过，简直是天方夜谭嘛！阿卜杜大叔，我是认真的，在戈壁养海鲜不是异想天开，是科学。你看我的笔记，这水质里的微量元素。走了，回家喂羊去，听着疯子瞎扯淡。陈家的傻小子要在盐碱地里养螃蟹喽，以后村里有乐子唠了。什么元素不元素的？姜娃，你是上过大学的文化人，你就应该在大城市里好好打拼，好让你爷九泉之下为你骄傲，而不是回来在咱村胡搞八搞。阿卜杜大叔他们不信我，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科学的厉害。我有自信，我的理论绝对没问题。这条路，我陈江走定了。陈江，你小子一声不吭回来就发神经是吧？表姐，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再不来，再不管你，你就废了。表姐，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我是在干正事。什么正事儿？在这鸟不拉屎的戈壁滩上养海鲜吗？你别闹了行不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放着大城市体面的工作不干，发什么昏啊？姜娃，你要是在城里待不下去，回来踏踏实实跟着大家种棉花不好吗？非要折腾这没影的事儿。表姐，叔叔婶婶们，不是只有海边才能养海鲜，水体的盐分和矿物质才是关键。戈壁天上的盐碱废水，只要调整好配比，完全有养殖的可能。我的理论绝对不是空想，你们就不能信我一壶吗？甭跟我扯那些听不懂的，我就问你，你放着城里1年10几万的工作不干，跑回来折腾这个，图什么？你知不知道村人都在背后说你脑子坏了？就是啊，姜娃，咱们种棉花的一年到头风吹日晒，才挣几千块钱。你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一年挣10几万，多体面！村里人羡慕都羡慕不来，你咋还自己往火坑里跳呢？亨娃，你可别犯糊涂啊！各位叔叔婶婶，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小时候我爸妈外出打工，是爷爷把我拉扯大，叔叔婶子也常给我送饭。你们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我回来不是瞎折腾，是想带着咱们村子过上好日子。你少拿恩情说事，你还知道我们为你好，那你现在就收拾行李，给我老老实实滚回城里去。不走是吧？好，我现在就把你爸妈叫回来，
我管不动你，你爸妈总该管得动吧？陈恒，你给我站住！你要去哪儿？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那条心，别回头亏得倾家荡产，还得我给你擦屁股兜底。阿卜杜大叔，我是认真的，我有自信，我的那一套理论绝对可行。新疆海鲜价格高昂，等咱们村里养出海鲜，大伙儿就都能赚钱了。娃，书本上的道理搁在咱们这儿行不通，别一时冲动，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啊！这是我毕业工作4年攒下的全部积蓄，整整30万。我要签长期承包合同，租下村头那3个废弃的盐碱水坑。江娃，你这是干什么？快把钱收回去！30万呐，种棉花能种多少年才能攒出来？你糊涂啊！叔，你放心，成与不成，我陈江自己担着，绝对不会拖累咱们村子。阿静哥哥，是小豆子啊，几年不见，都长这么大了。阿江哥哥，我妈说你想在村里养海鲜，是真的吗？我想先养点螃蟹试试，等螃蟹养肥了，哥哥第一个请你吃大螃蟹，好不好？太好了，我最喜欢吃螃蟹了。就是螃蟹太贵了，我长这么大就吃过1次。要是哥哥能养出海鲜，那我岂不是以后天天都能吃螃蟹了？可是我爸妈都说你是疯子，说那坑里养不出鱼虾，你真的能成功吗？小豆子，那你信我吗？我信，阿江哥哥最厉害了。以前村里人老说，阿江哥哥是村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好，等哥哥养出来，第一个请你吃大螃蟹。陈江那小子可真能折腾，弄个破水塘子就想养螃蟹，我看他脑子是被城里的海水泡发了。人家可是上过大学的，咱哪懂啊？说不定那盐碱水真能养出金疙瘩呢。来，我押200块，赌陈江这批蟹苗撑不过30天，等坑里的螃蟹全被毒死了，我请全村人吃冰镇西瓜。二蛋，你这是白送西瓜呀！我押50，赌他死得更快。我也押10块，在戈壁滩养海鲜，真是滑天下之大袍。来了，是吧？我也压。你个小嘎嘣豆子，瞎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瞎插嘴。一边玩去！我相信阿金哥哥，他一定会成功的。我把我所有的零花钱都压上。小豆子，你天天跟在陈江替补后面，也被传染上疯病了？他敢说，你就敢信？我还说我地里能长出金疙瘩呢，你信不信？哼！你们敢不敢跟我赌？一群大人，怎么比我一个小孩子还怂？行，
你要跟我赌是吧？我告诉你，你的钱老子赢定了。我倒要看看陈江那个傻小子能折腾出什么东西。瞅瞅，一个名牌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整天在烂泥里滚，跟个要饭的有什么区别？真是白瞎了读了那么多书。30万打水漂能不急吗？我看他还能死撑几天。塘底的淤泥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晚上再围一圈铁网，明天就能投入第一批蟹苗了。谁是陈江？你要的顶级青蟹苗到了，麻烦来验个货。我是陈江。不错，蟹苗很活泼。司机师傅，麻烦你帮我卸货吧，就倒进这个池子里就行。好嘞。咋还真搞来蟹苗了？我还当江娃就是说说而已。怎么还真要在这块盐碱池子里养海鲜？看着品相还怪好的嘞。一车苗子怎么也得3、5万吧？摊底摊这么大，到时候能收回本吗？唉，还指望回本，能少亏点就算不错了。江娃现在估计身上1分钱都没了，现在就是后悔了。想回大城市继续找个体面的工作，估计都没戏了。我看陈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怕被人知道他后悔了。笑话你，硬着头皮买了一车蟹苗，老子把话放这儿，不出1周，这批蟹苗肯定全死绝。女娃娃，你是城里人吧？来我们这穷村子干啥？大爷，我是县里农业技术站来的，领导派我下乡做调研，打算搞乡村振兴，帮你们村子发展。县里又要瞎搞啥？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城里干部，摘过棉花吗？种过几年地呀？除了讲些听不懂的空话，能帮上啥忙？就是瞎添乱。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县里也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们就是不了解乡村振兴的政策。我跟你们讲啊，得，这些话你跟别人讲去吧，别耽误我种棉花。哟，这是哪儿来的俊姑娘啊？长得可真水灵。我是县农技站的，来村里调研春季农田水利，请你让开。调研啥水利呀？上哥家里去。走，跟哥回家，哥好好配合你检查检查。放手！你干什么？放开他！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村鼎鼎有名的陈大疯子。咋的？你还想英雄救美啊？疼！撒手！你快撒手啊！滚！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女人，下次直接掰断你的手！不，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刚刚救我。这什么东西？臭死了！你弄这些腥烘烘的东西干什么？这是我调配的饲料，吃了我的独家秘方，不出3个月，我这一池子螃蟹都能长得又大又肥。
螃蟹？什么螃蟹？我怎么连个影都没看见？喏，就这儿，全在水底下，里面全是蟹苗。你疯了吧？在这鸟不拉屎的戈壁滩上养海鲜？陈江，不好了，你快过来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刚刚测了水质，这池子里的水微量元素配比完全失衡，而且这里的昼夜温差太大，蟹苗很难存活。作为专业的农业技术员，我可以肯定，这批螃蟹存活概率连30%都不到。30%已经很高了，哪怕只有1%，我也要试。我不光要养活这一池子螃蟹，还要让全村人都跟着赚钱，过上好日子。行，既然你这么犟，那我就不多劝了。我倒要亲眼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阿江哥哥，快快快！你的小螃蟹们肯定已经长成大螃蟹了，咱们快去看！你这小脑袋瓜想啥呢？这才7、8天，养螃蟹又不是吹皮球，哪能长那么快？不过没关系，数据我反复核算过，水质离子平衡与靶酱调节豆子理论的每一个参数我都严格对标过，不可能出错。再等等，一定能成。这什么味儿啊？咋跟我爹的袜子一样臭？这不可能！昨天晚上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阿江哥哥，螃蟹怎么全都漂浮在水面不动了？不可能，离子平衡是对的，靶向调节也是对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错？难道我真的错了？我早说了你干不成，咱这碱水塘连个蛤蟆都养不活，你还往里砸钱？哼！钱多烧得慌，跟兄弟们说啊，带哥几个去镇上搓一顿多好，非得扔水里听个响。早跟你说了，放着在大城市的高薪工作不干，非要跑回来瞎折腾。当初老支书嘴皮子都磨破了，劝你踏踏实实种棉花，你把大伙儿的话当放屁。现在好了，家里估计都要穷得揭不开锅了吧？活该！哼，读书读糊涂喽，离海几千公里的穷疙瘩还想养海鲜，纯钱多烧得慌，真是个败家子。阿江哥哥，你都在这儿坐一天了，肯定饿了吧？给，我的晚饭分你一半。阿江哥哥别难过，别人不信你，可我小豆子一辈子都信你。
阿江哥哥，你肯定能养出大螃蟹的。谢谢你，小豆子。整个村里估计也就只有你相信我了。不行，我不能认输。我的科学理论没有错，就是把这片池子翻过来。我一定要找出蟹苗死亡的根源。陈江，你还不死心啊？天天在这闻臭水，真当自己能闻出金子来？直接叫个挖掘机把这几个破坑推平，老老实实跟大伙种棉花得了。阿江，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头发乱得像要饭的，满身是泥，你爸妈要是看到得多心疼啊！你说你一个正经名牌大学生，干什么不好，要回来挖烂泥巴？听姐的，咱回城里找个正经工作，别在这儿遭罪了，行不行？听见没？你姐都看不下去了，赶紧滚，别占着这块地瞎折腾。姐，我在城里1年10几万，是很体面，但我不开心。我回村搞养殖不是犯傻，是我想清楚了这辈子要干什么。我要发展咱们国家的盐碱地，要让乡亲们都有钱过上好日子。娃呀，老祖宗在这儿活了几辈子，这水就是毒水，啥也活不了。你往这里头填了30几万，还嫌赔的不够多吗？干脆把这几个水坑填平了，安分种地吧。叔，你信我一回，这批死了，我改配方，下一批就能活。我要是真不行，不用你赶，我自己把坑填了走人。蟹苗都死了，说句难听的话，其实我一点也不意外。作为专业的农业技术员，从科学逻辑上讲，我也觉得你不可能成功。这批死蟹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你身上这股不服输的犟劲儿，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当年在华农学院的导师和你们蓝海海洋学院有联合课题，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我可以帮你引荐联系秦博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许能给你提供一点帮助。戈壁滩，人工海水，把盐碱废水变成海鲜养殖基地。这个叫陈江的小子，思路倒是一点都没错，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通知全组，半个小时后到校开会，所有人都必须到。秦老师，这都凌晨2点半了，明天一早还有2场大课，有什么事儿咱们能不能等天亮再说嘛？等天亮，在教室里天天盯着那些废纸，不亲自实践，能等出九州盐碱地渔业化的未来吗？少废话，你们所有人立刻打包全套水质检期仪和育苗试剂。今天晚上咱们跨越数千公里，直飞新疆。
秦老师，您竟然真的来了！接风洗尘的空话少说，带路，咱们直接去盐碱坑塘。我的团队带来了全套设备，咱们立马取样研究。穿个白大褂装神弄鬼，就能装成大专家了？我呸！毒水要是能变成好水，老子把这一池子水喝干！陈江，你的理论没有错，这里的盐碱水矿物质和含盐基底跟近海养殖海水高度重合。我就说我的想法没有错，可是我的蟹苗们现在都死了。你看这组数据，你的蟹苗之所以会暴毙，是因为微量元素配比失衡。只要我们进行针对性改良，完全能在这片戈壁滩上养殖出最顶级的青蟹。秦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有了您和科学当靠山，我就算再亏100万、1000万，就算在这片戈壁滩失败成千上万次，我也愿意跟着您接着死磕到底。阿卜杜大叔，水质检测数据全都在这里，秦老师证明了我的理论是可行的。现在只缺一笔购买改良试剂和改造育苗棚的钱，但我身上的钱都砸进去了，实在拿不出钱。你能不能帮我筹备一些资金？听见没？你姐都看不下去了，赶紧滚，别占着这块地瞎折腾。姐，我在城里1年10几万，是很体面，但我不开心。我回村搞养殖不是犯傻，是我想清楚了这辈子要干什么。我要发展咱们国家的盐碱地，要让乡亲们都有钱过上好日子。唉，娃呀，老祖宗在这儿活了几辈子，这水就是毒水，啥也活不了。你往这里头填了30几万，还嫌赔的不够多吗？干脆把这几个水坑填平了，安分种地吧。叔，你信我一回，这批死了，我改配方，下一批就能活。我要是真不行，不用你赶，我自己把坑填了走人。好，江娃，我就信你一回。通知下去，立刻召开村委会专项会议。绝对不行！这15万块钱是咱们全村种棉花攒下的集体储备金。上次陈江自己折腾，赔了30来万，万一这次再亏进去，咱们全村人年底的分红都没着落了。现在外头骗子多，什么外来专家说的话未必靠谱。老祖宗种地种了几百年，这戈壁滩的碱水要是能改良，早就改了，哪有那么容易？咱不能拿全村的血汗钱陪他一个疯子胡闹。就是，到时候要是没弄成，15权全搭进去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反正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各位叔叔伯伯，听我说一句，秦老师的团队测算过了，咱们的盐碱水里只差了几种微量元素，只要能买来改良试剂，再盖个保温的育苗棚，这批蟹苗肯定就能成活。咱们全村以后就再也不用只靠种棉花苦熬了。陈恒，你别在这儿给我们画大饼了，在这漫天黄沙的戈壁滩上，怎么可能养得活海鲜？我看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自己亏了30万不够，还想拉着全村人陪葬。我看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拿我们棉农的血汗钱去填你的窟窿。
都给我闭嘴！我活了快60年，守着这片烂盐碱地大半辈子，从没见过有哪个年轻娃子愿意为了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赌上自己的前途和全部身家。人家名牌大学的科学家千里迢迢赶来支援咱自己反倒当了缩头乌龟。老支书，我绝对不同意，这不光是钱的事儿，这15万是咱们罗家庄下半年种棉花的本钱，要是全打了水漂，明天下种时大伙儿连买地膜的钱都凑不齐，到时候全村老小喝西北风去啊！就是，这15万投进去，要是全赔了，咱们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老支书，你不能偏心眼儿，这笔钱出了，所有风险我这个村支书一力承担，出了事我就引咎辞职，用我家里的地抵债。啊！老支书，你疯了吗？要是真赔了，我阿卜杜就是给全村人当牛做马，也一定会把这个窟窿补上。散会。阿卜杜大叔，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这份信任。秦老师，这12组微量元素我都按梯次配好了，水温也控制在了最佳范围，不要掉以轻心。戈壁昼夜温差大，这几天必须24小时盯着数据，差之毫厘就能让这批苗全军覆没。您放心，我就是把眼珠子熬瞎了，也死死盯住这批苗。陈江，真没看出来你这只绝驴面子这么大。秦博士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严谨挑剔，他能亲自带队跑来这不毛之地，看来他是真的很欣赏你。陈江，你熬了几天，也该歇口气了。这几桶海水的数据我来帮你们记。造孽呀！15万血汗钱啊，就这么给个读书读傻了的娃儿折腾，我看最后连个响都听不见，全他娘赔了。咱们一年到头面朝黄沙背朝天，得种多少年棉花才能赚15万？他陈江上下嘴皮子一碰，拿着全村的名根子去打水漂。就是，支书也跟着老糊涂了。城里来的专家就啥都懂吗？咋说啥信啥。这盐碱地里要是能出海鲜，太阳都能打西边出来。今年年底的分红怕是要泡汤喽，这日子还怎么过？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秦哥可厉害了，阿江哥哥也肯定能养出大螃蟹，你们少看扁人。小嘎嘣豆子懂个屁，天天跟在姓陈的疯子屁股后面，连你也染上疯病，变成小疯子了。陈江那15万要是亏了，你爸妈年底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1到4号桶，钙离子浓度上调0.5；5到8号桶，镁离子降到底，把钾补充进去。陈江，注意观察换水后的应激反应。秦老师，微量元素已经全部微调到位，目前蟹苗活动正常。12组配方全部入桶，各项数值都在安全线内。2号桶和6号桶出现大面积死亡，这才3天，死亡率就已经超过了80%。继续调整配方，开始第5轮实验。秦老师，这已经是第7天了，咱们所有人2班倒死守在这里，1分钟都没合过眼。刚刚把最后几组水样又过了一遍，还是找不到死亡原因吗？ pH 值正常，溶氧量也正常，化验出来的所有数据堪称完美。
可谢苗就是活不下来，这不应该啊！能调的矿物质配比全试过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秦老师，我干不下去了。我们都尝试多少次了？10次、20次，在戈壁滩上养海鲜什么的，本来就太离谱了，根本不可能实现啊！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觉得离谱的，现在就可以去收拾行李走人。我不怪你们，但我秦山月就算耗死在这里，也要把这片戈壁滩的情节查个底朝天。我要坚持到底。陈江，你是不是真疯魔了？你刘婶电话都打到我这里了，说你不仅把自己的存款赔得精光，还骗了村里的15万的储备金。你让我们老陈家以后回村怎么抬得起头？妈，我没骗人，秦老师都说了，理论是可行的，只要……你少跟我提什么理论，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你现在立刻去买票回城里。你要再倔得不肯回去，以后就别叫我妈，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儿啊，你别听你妈嚷嚷，她那是急的。爸看了你表姐偷拍你的照片，黑了也受脱相了。听爸的话，咱不折腾了，行不？村里那15万，爸就算拉下老脸去借，也肯定替你还上。你回城里踏踏实实上你的班，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爸妈，对不起，但这事儿没退路，我必须干到底。陈江，醒醒，快醒醒！我找到了，我找到导致谢苗死亡的原因了。啥？找出原因了？秦老师，到底是什么问题？沿海海水盐度常年稳定，可戈壁滩早晚温差太大了，水里的盐分一天一个样。刚出生的蟹苗皮薄肉嫩，哪能受得了这种折腾？难怪无论怎么调配方都不管用。咱们之前全在死磕水里的微量元素和盐质配比上，根本就没发现气温变化对盐度的影响。咱们换路子，用盐度逐季下降驯化法，先用标准人工海水养，加上加热泵，然后循线渐地往里掺本地盐浆水，逼着蟹苗去适配戈壁滩上多变的水环境。秦老师，蟹苗又死了。每次刚看到一点希望，江盐度苗就又死了，这谁受得了啊？我实在熬不住了。失败很正常，盐碱地渔业养殖本来就是一条没人走过的全新赛道，失败乃成功之母。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帮我们排除一个错误方案。都打起精神来，再坚持一轮梯度试验。活了，活了，全活了！陈恒，你真的做到了！我做到了。那个，激动归激动，能不能先放开我？抱歉啊，我这人一激动就容易这样。咱们这1个月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这样吧，今天所有人休息一天，中午我请客，咱
咱们到县里下馆子。秦老师，咱这1个月天天啃馒头就延财，我们都要馋死了。中午能不能吃火锅？吃，羊肉随便点，放心，敞开了吃。瞧见没？人全撤了。我就说这戈壁滩上养海鲜纯粹是瞎可淡，折腾了1个多月，肯定是干不下去，放弃了。那帮城里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可怜咱们村那15万的储备金，就这么被陈江这败家崽子给糟蹋干净了。你们别瞎说，刚才去大棚里看了，阿江哥哥真的养出螃蟹了，好大好大的螃蟹，全是活的。小豆子，你怕是眼花把死螃蟹当活的了吧？行，老子现在就去亲眼看看，他一个疯子能养出来啥玩意儿。真成了，满池子的大青蟹，活蹦乱跳的。啥？他真弄成了？活了大半辈子，谁能想到这独盐水里真能蹦出活生生的大螃蟹？陈家这小子是个干实事的。我就说江娃这孩子脑瓜子聪明，那一池子螃蟹要是长大了，得卖多少钱啊？咱们村以后有指望啦！就是啊，现在海鲜价钱那么贵，这回那个疯子不，江哥可是要发大财了。都过来看看刚进的大青蟹，个顶个的肥，看在乡亲的份上，150块1斤，谢绝还价啊！150，卖这么贵，你抢钱啊？你懂个屁！我这都是专门从沿海城市大老远运过来的，个顶个的又大又肥，150算便宜你们了。张富有，你这螃蟹都发臭了，死成烂泥了，你还有脸拿来卖？大惊小怪什么？咱们这儿离海几千公里，一路上颠簸死几只不是很正常？回去多放点葱姜蒜一炒，味道一样好。一筐子死螃蟹还想卖我们150，你这心也太黑了！嫌贵别吃啊，全县就我这一家，你不买，有的是人买。张富有，你还不知道吧？江娃在我们村自己的塘子里养出大青蟹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阿江心善，肯定便宜卖给我们，谁还当冤大头买你这臭鱼烂虾？不可能，这破戈壁滩咋可能养得活海鲜？死老头子等谁呢？那个什么陈江，要是能养出青蟹，我张富有的名字倒过来写。张老板，话别说太满，是不是真的？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瞅见没？个顶个的活乎，可比你车上那些发臭的死蟹强多喽。这以后咱们村过节可不愁没好东西。活见鬼了！这破水还真让他弄成了。不行，要是真放任这小子干下去，抢了老子的独家买卖，老子以后还怎么赚钱？你去告诉陈江，这片水域都是我张富有管的，他私自搞海鲜养殖，必须交管理费，让他明天准备好5万块钱交上来，不然老子直接叫推土机，把他的水塘全给填平。有话说话，别动手。呸！什么玩意儿？干杯！江娃，你赶紧回村，出事了！
江娃，你可算回来了。那个常来咱们村卖海鲜的张富游，放言说这片塘子是归他管，让你明天必须交5万块钱管理费，不然就叫推土机把塘子全填平。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江娃为了买盐搭棚子，钱早就掏空了，这节骨眼上哪去弄这5万块钱？就是啊，这黑心商贩不就是看咱们江娃养出海鲜了，怕抢了他的生意，故意卡脖子讹钱吗？你们放心，我1分钱都不会给。这盐碱滩是咱们村的集体地，他张富也凭什么来收保护费？我不信这世上没有王法了。找到了，国家盐碱地综合开发扶持政策，县农业局的盐碱养殖扶持公告，全套纸质备案都在这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江娃，拿好了，这是咱们村委会出具的集体养殖备案证明，白纸黑字盖着公章。我看他张富游分明天敢动你1根石头。陈江，5万块钱准备好了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钱，我立马叫推土机把你这破水坑填平。看清楚了，国家明文规定扶持盐碱地渔农综合绿用，本地政策明确免除盐碱滩养殖一切额外杂项。张富游，你口口声声要收管理费，你的官方收费文件呢？拿出来！拿不出来，你就是私自捏造、敲诈勒索！我现在就报案抓你！好你个张富游，敲竹杠敲到我们村头来了！江娃是有国家红头文件护着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收保护费？呸！黑心肝的狗东西，自己卖臭螃蟹赚黑心钱，现在眼红我们村江娃能养出活海鲜，就跑来讹人，你要脸不要？跟他废什么话？江娃可是咱们全村的指望，他张富游敢动一下试试？大家伙一起上！把他这所有破车掀到塘里去，喂王八！滚出去！滚出我们村！再敢来敲诈，直接打折你的腿！滚得好！二蛋哥，还有各位叔叔，之前咱们在小卖部打赌，我说阿江哥哥肯定能养出大螃蟹，我赌赢了，你们快给钱！去，什么钱不钱的？大人随口开句玩笑，你还当真了？哟，就是，我们大人那是办正事儿，你一个小孩乱掺和什么？赶紧回家找你妈去。二蛋，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合伙欺负一个娃娃，传出去不嫌磕碜，愿赌服输，今天都把钱拿出来。二蛋，你脸皮比戈壁滩的烂泥巴还厚啊！连娃娃买糖的钱都黑，赶紧掏钱！哼，就是丢不丢人？赶紧把钱拿出来！行了，拿去。真是的，小孩的钱真是赚不得。给，不就几百块钱，催命啊！谢谢阿江哥哥，我赚了这么多钱，妈妈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家里的药都吃完好久了，妈妈一直舍不得花钱买药，现在我有钱了，妈妈也能继续吃药了。小豆子真孝顺，你妈妈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个兔崽子跑哪儿去了？我问你，柜子里那10块钱，你是不是偷偷拿去跟人瞎起哄，押给陈江那个疯子了？我押阿金哥哥能赢。作孽啊！孩儿他妈，你个败家玩意儿！那10块钱是留着给你妈买清喘药的。陈
江那是在毒水里做法，你还真信它能养出海鲜？兔崽子，还敢偷你妈的买药钱！老子今天非打断你的腿！阿江哥哥成功了，这是我赢回来的钱。啥？这真是陈江让你赢回来的？他真在毒水里把螃蟹养活了？江娃，婶子以前嘴碎，天天跟着别人念叨你瞎折腾，想着你迟早把家底赔光，是我这妇道人家眼光太窄了。昨天要是没有你帮小豆子出头，我今天连买屁喘药的钱都凑不齐。这份恩情，我们全家记一辈子。江娃，以前是叔老糊涂了，你要是不嫌弃，往后这堂里除草、投喂、半夜巡堂的粗活，我们两口子全包了，不要1分钱工钱，就当报答你帮孩子出头。叔婶子，快别说这种见外的话，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谁家还没个过不去的坎儿？只要大伙儿的日子都能一天天好起来，我折腾这些才算真值了。陈江，你快来看看。咋了？是不是盐度又不对了？溶氧量和盐度都达标了，这一批新苗算是彻底稳住了。原来是好事儿啊！你刚刚脸色那么难看，我还以为蟹苗又出问题了。怎么可能出问题？自从这批苗下塘，咱俩可是雷打不动，每隔2小时测一回数据，白天黑夜连轴转。我这黑眼圈都快落到下巴了，现在闭上眼睛都是水温和盐度。辛苦了，顾指导。等这批青蟹养肥了，卖上好价钱，我给你包个大红包，再请你吃大餐。大红包先欠着。陈江，你快看那边，那片空地咋了？咱们这塘里的全是螃蟹的代谢物，这可都是天然的有机肥，用来种作物最好不过。我手里一种新研发的水稻，抗盐碱能力很强，你要不要试试？种水稻？对啊，塘里的肥水能滋养水稻，水稻的根系又能反过来帮咱们净化排出去的水，这叫鱼农结合，一地双收啊！绝了，这主意太绝了！不仅能多赚一笔卖稻子的钱，还能让乡亲们在这戈壁滩上吃上自己种的白米饭。走，拿上样本，咱们现在就找秦老师。鱼农结合南方早有先例，而且搞得非常红火。但在咱们这种高浓度盐碱地里搞蟹稻共生，绝对是全国头一遭。只要弄成了，那就是农业奇迹。说实话，刚下乡那会儿，我看你天天拿大铁锅熬盐水，心里直摇头，觉得你纯属异想天开。现在我才明白，你的每一分坚持背后都不是空想。陈江，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我算是服了。没你们这些专家的科学支撑，我就是个瞎撞墙的莽夫。江哥，之前是我们目光短浅，总跟着二蛋瞎起哄笑话你，现在看你真干成了，我们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江哥，以后塘里要是缺搬饲料、清淤泥的人手，我们几个随叫随到，算是给你赔不是了。肯干活是好事儿，但一码归一码，来干活我就按规矩给你们开工钱。别，咱们现在不要钱，我们信你。等这批螃蟹养肥了，卖出好价钱，你再给咱们结账。就是啊，江哥，你现在手里也缺钱吗？不用急着给我们工钱。行，只要大伙儿信得过我，等这批青蟹出塘，我不仅给你们结工钱，还给大伙儿分红，带着咱们全村人一起致富。
江娃，这管子有点漏气，大爷给你重新加固了。你看看水面上这些水草，要不要我捞一捞？顾指导，这小螃蟹一天到底喂几顿呢？你教教婶子，往后这拌饲料、喂食的活儿交给我，我手脚麻利，绝不给你耽误事儿。江哥，晚上巡堂你就回屋睡大觉，我们几个排了班，一人守半宿，保证连只苍蝇都飞不进这堂子里。都歇会儿，喝口茶。阿卜杜大叔带烤馕了。张娃，当初我顶着全村的骂名，把那15万集体资金拿出来，我这心里也是直打鼓。但今天看着大家伙这股子新奇的劲儿，我就知道阿卜杜果然没看错人。江哥，烤馕好不好吃？来人啊！江哥，我逮住王二蛋了！这孙子大半夜偷偷摸摸，肯定在往水里投毒。二蛋，想来帮忙拔草，直接过来搭把手就行，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谁想帮你了？我那是路过，看着水草长得碍眼，顺手拔的。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孙子不是投毒啊！让让，都让让！喂螃蟹的饲料来了！陈江，出苗了！咱们的海水刀在盐碱地里扎根了！阿江哥哥，你快看啊，螃蟹变好大了！等到秋天，咱们全村都能吃上大螃蟹喽！活了一辈子，从没见过独盐碱滩上能长庄稼养海鲜。江娃，是我们这帮老骨头的眼界太窄，困住自己喽。当初老支书说要动用咱们村种棉花的钱，我还极力反对，觉得老支书犯傻。现在想想，真正犯傻的人是我们自己啊！紧急预警，罗家庄即将迎来极端大风，伴随短时强降雨，泥土坝极易发生坍塌，请各村立刻做好防汛准备。陈江，咱们这儿全是泥土塘粒，要是特大暴雨砸下来，刚扎根的稻子和满塘的青蟹岂不是就完了？大壮、二蛋，马上要下大暴雨了，咱们的泥土塘给扛不住强降雨，马上拿马二代沙子加固，快！低洼处堤坝最容易渗水，先把那里堵上，快去搬麻袋。闪开，都闪开！防水网、挡水板拿来了。乡亲们，江娃的这片塘子是咱们全村的指望，一起上啊！江娃，快把心放回肚子里吧。你看这沙袋垒得这么厚实，别说下暴雨，就是天上往下倒水，也冲不垮咱们这塘子。就是，咱们全村老少爷们儿全上了，这水塘结实的跟铁桶一样。大伙儿今天累够呛，都赶紧回去歇着吧，肯定出不了事儿。江哥，你赶紧回屋换身干衣服，今晚我们几个年轻的在这儿盯着，保准连只水耗子都漏不出去。行，今天真是多亏大家伙了。决堤了，螃蟹要跑了，快，先拿麻袋填缺口，赶紧拉起围网打住外跑的螃蟹。年轻人跟我下水堵堤坝，岁数大还不动沙袋的，去外围浅滩拉网捞螃蟹。沙袋来了，让开让开！
那边堵住了没有？这边又冲开了一个口子。陈江，你是不是傻？有沙袋不用，自己堵着算啥事儿？看你这细胳膊细腿的，别等会儿被水冲跑了。谢了。可算停了，我这把老骨头差点交代在这儿。昨晚那雨下得跟天漏了似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江哥，清点过了，跑出去的螃蟹找回来七七八八，咱们的大头保住了，没亏损太多。保住就好，保住就好。陈江，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鬼样子！孩儿他娘，咱先回屋，大伙儿都看着呢。看就看，你儿子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你看看你这副样子，跟个要饭的有什么区别？我和你爸在城里没日没夜的给人家刷墙、扛水泥，好不容易供你念完大学。你倒好，放着城里的体面工作不干，跑回这鸟不拉屎的戈壁滩来滚泥巴。江娃他娘，话可不能这么说。江娃这是在干大事业。昨晚发特大暴雨，要不是江娃带头不要命的跳进水里堵缺口，这满塘的螃蟹早跑光了。就是啊，江娃还请了省里的专家，连水稻都种出来了，全村往后都指望着他呢。指望他？你们就是想合伙榨干他。陈江，你表姐在电话里全跟我说了，你把你工作攒的几十万块钱全填到这里头了，还拿了村里的公款，你这是要败光我们家呀！你少说两句，孩子心里也不舒坦。你爷爷要是地下有知，看到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他都得气得死不瞑目。你没资格提我爷爷，这就是爷爷的愿望。他咽气前死死抓着我的手，说这片盐碱滩是咱村的根，他做梦都想看到这片死地里长出活物来，让村里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才6、7岁的时候，你们俩就去城里打工，把我一个人扔在村里。我和爷爷2个人相依为命。5年前爷爷病了，给你们打了10几个电话，你们都说工地上忙回不来，到他死都没回来看他一眼。你们现在有什么脸提起他？行，你骨头硬，我看你在这泥坑里能熬到哪天。等你把钱彻底折腾光了，我就是绑也得把你绑回城里。我没事儿，刚才那雨下得太大了，雨水全进眼睛里了。行，你说是下雨，那就是吧。咱们的驯化技术现在是彻底稳定了，但这泥土唐兵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地方太小，施展不开。而且万一再遇上极端暴风雨，咱们防不住第2次。对，要想带着全村真正致富，必须得换个更安全的地方，扩大养殖规模。陈江，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秦老师，怎么了？什么好消息？我有个老同学，在雅布屯那边做地质研究，他说那边因为气候变化，
当地积水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天然湖泊。他发来的水质成分我连夜看过了，那里的天然盐碱成分非常适合养海鲜，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啊！雅布吞，天老爷，这么大一片湖，可比我那个小水塘大了几百倍啊！这得养多少海鲜？陈老板，你大老远把我们几个折腾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这不是拿哥几个开涮吗？就是啊，我干了20年海鲜批发，只听过海里捞的，没听过沙漠里能养海鲜的。这破盐碱湖里要是能养出青蟹，我把这湖水全喝了。大壮，几位大老板不信邪，起网，让他们开开眼。好嘞，1、2，起！这真是青蟹，怎么个头比海里捞出来的还要大一圈？我的个乖乖，看看这个头，极品啊，绝对的极品啊！雅布坡的天然盐碱成分非常适合养海鲜，不仅成活率极高，而且这批海鲜长势这么猛，照这个速度，等秋天就能大规模捕捞上市了。陈老板，我订100斤，定金我现在就转。陈老板，你这批货我全包了。妈的，早知道我昨天就不订张富友的货了。那个姓张的仗着自己垄断市区市场，卖的死贵不说，还全都是些臭鱼烂虾，强买强卖。我们早收购他了。就是，只要陈老板你这儿能出货，我们以后就不用再看那姓张的脸色。陈老板，我们以后就只买你的海鲜。各位老哥放心，我陈江在这儿打包票，等这批海鲜一上市，绝对给大家一个最公道的价格。我坚持在这片大西北的盐碱地养海鲜，就是要打破垄断，让咱们老百姓都吃得起，吃得放心。张富友，你那片区怎么管的？1天之内好几家大客户打电话取消订货，你要是抢不回这块生意，就给老子卷铺盖滚蛋！李总，您消消气，给我几天时间，我保证把生意全抢回来。您放心。妈的，这狗娘养的臭小子，抢生意抢到老子头上了！老板，我有法子。小李，你今晚就去办，手脚干净点儿。我要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老板您放心，我肯定给您办得顺顺当当的。儿子，听说你在雅布坡承包了一片地方，好像还弄得挺大。又来了，这次指不定又要怎么贬低我，非得逼我承认自己是在瞎折腾吧。算了，他们爱咋说咋说，我就当个屁放了。是办得挺大。儿子，那天是爸妈说话太重了。这几天我和你娘在村里走动，听乡亲们都在夸你，说你为村里做出了大贡献，是爸想差了，总以为你在胡闹，爸跟你赔个不是。你爸说的对，虽然我还是觉得在城里做办公室更稳妥，但你能在这儿硬闯出一条路来，算你小子有几分能耐，没丢你爷爷的脸。
快吃饭吧，一会儿菜凉了。儿子，你现在生意做大了，老家这边的塘子和水稻田应该忙不过来了吧？要是不嫌弃，我和你妈能留下来帮帮忙。爸，你跟妈在城里干得好好的，我这太累了，而且万一打扰了你们回城里打工，打什么工？不去了。你妈昨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半夜把我推醒，非逼着我今天打电话，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她说，反正回老家打工也是打，不如守在自己儿子身边。以前你小的时候，我们太忙了，没能陪着你。如今，就你话多，赶快吃你的饭。成。顾指导，大晚上的，怎么忽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陈江，出事儿了，你快来堂口。怎么会这样？死了这么多螃蟹！天老爷，这怎么全翻肚皮了？我昨天喂食的时候还好好的啊，怎么一宿的功夫就死了呢？江娃，这螃蟹是不是染上什么瘟病了？水里有股刺鼻的化学味，这不是什么瘟病，是水出了问题，有人在水里动了手脚。操！要是让我逮着哪个王八犊子下的黑手，我非把他扒了皮扔进这泥坑里喂螃蟹不可！螃蟹还没死完，底下还有很多活的。大壮，你快去叫人，拿上干净的塑料大桶和捞网，把还能喘气的全捞出来，换干净水泡着。马上提取进水口和深水域的水样，立刻做水质成分分析。我们必须要拿到投毒的铁证。儿子，先吃口热乎的吧。你在这儿守了一宿，你娘急得直抹眼泪。人是铁，饭是钢，这烂摊子还得靠你收拾。你先垮了怎么行？陈江，水样化验结果出来了，里面含有高浓度的烈性虫草剂，是有人故意投毒。我操！肯定是那个叫张富有的王八蛋，他怕咱们的海鲜上市抢他生意，就跑来端咱们的老巢。报警！现在就报警抓他！报警？抓谁呀？哎呦喂，真是惨啊！陈老板，听说你这塘子里的螃蟹一夜之间全染了瘟病暴毙了，染了瘟病可就麻烦了，以后谁还敢买你们村的货呀？放你娘的狗屁！什么瘟病？明明是有人下毒！陈老弟，大家都是同行，我看着你这样也心疼。这样吧，我就发发善心帮你一把。我库房里正好还有些货，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便宜点批发给你们，好歹让你们这帮泥腿子赚点辛苦钱，怎么样？去你妈的！姓张的，你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这药就是你找人下的！哎，干什么？穷疯了想打人啊？撒手！哎，陈老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非说是我下的药，证据呢？你要是拿不出铁证，老子就告你诽谤，让你赔得连裤衩都不剩。姓张的，你别太猖狂，跑到我们罗家庄的地盘上投毒，你以为你今天走得出去？就是，
昨晚大半夜的，我亲眼看见你身边那个黄毛鬼鬼祟祟在塘边转悠，绝对是他下的黑手。哼，你哪只眼睛看见的？有照片吗？有录像吗？我当时离得远，没来得及掏手机。没证据，你在这儿放什么狗屁？老子告诉你们，拿不出铁证，你们这就是敲诈勒索。我告诉你们，老子不光要告你们诽谤，还要让警察把你们这刁民全抓进去蹲局子。听到没有？没证据就赶紧给我们张总磕头认错，兴许老板一开心，还能赏你们几百块钱，买你们的死螃蟹。要是我有证据呢？这是我为了观测夜间水稻生长，特意藏在进水口芦苇荡里的微型摄像头，24小时全天候录像，里面清楚地录下了投毒人的样貌。这事儿全是他自己干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下毒的事儿。姓张的，你他妈过河拆桥是吧？药明明是你拿给我的，现在眼看兜不住了，你就想牺牲我，让我进去蹲耗子？你放屁！明明是你自己想贪功。行了，狗咬狗的戏码留着以后再演吧。要吵，监狱里有的是时间让你们慢慢吵。活该！呸！进去吃你的牢饭吧，黑心肠的玩意儿！李总，刚接到的消息，张富友被抓了，理由是涉嫌投毒破坏他人财产。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抓了就抓了。市区那边的供货稳住了没有？没有。李总，我听说那个陈江在鸭雅不脱搞了个什么盐碱地海鲜养殖，搞得非常成功。现在市区一大半的市场份额全都被他抢光了。一个戈壁滩上玩泥巴的土老帽，居然敢踩着我的头上位！当老子是吃屎长大的吗？秦老师，你那几十个传感器要是再报个假警，我这心脏可真受不了了。少在这儿得了便宜卖乖，有这套智能监控，就是连只蚊子飞进来我也能给你揪出来。咱们谨慎一点，总比再出一次投毒事故好吧？秦老师说的对，你看，咱们现在进水口有红外探测，湖底有水质传感器，再加上这全覆盖的无死角监控，随时上传云端记录。别说投毒了，就算是一条鱼不对劲，咱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有你们在，我这心里总算是安稳了。整整8两，这真是咱在戈壁滩上自己养出来的，比海边抓的还要肥呀！我操，这大钳子比我巴掌都宽！咱们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真出龙王爷了，发财了！咱们罗家庄发财了！先前我还担心江娃瞎折腾，老天爷呀，这哪是折腾，这分明是给咱村捞金子啊！大家都听好了，咱们的苦日子
到头了！儿子，多吃点儿，妈就知道我儿子肯定是个干大事的。这红烧肉妈给你炖了一下午，特意挑你最爱吃的五花肉，快尝尝。你可拉倒吧！当初不知道是谁，听人家说咱儿子在戈壁滩养螃蟹，一路上哭天抹泪的，刚一回家，指着咱儿子鼻子骂他败家。吃你的吧，红烧肉都堵不住你的嘴。爸妈，别吵了，尝尝咱自己养出来的头茶蟹。嚯，这黄怎么厚的跟鸭蛋黄似的？鲜，太鲜了！这品质，城里那帮大老板绝对抢着要，肯定能卖个好价钱。陈老板，听说你家头茶青蟹出水了。陈老板，要是你的螃蟹品质真有你说的那么拔尖儿，我们直接把你的货推给市里的星级大酒店，那边的收购价高，哥几个做主，再给你让利2成。行，刘哥，你们就瞧好吧，绝对是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极品。爸妈，大单子成了，刘哥他们说价格直接加2成，咱们要发大财了。好。好吃，阿酱哥哥，我以后是不是天天都能吃螃蟹啦？臭小子，以后别说吃螃蟹，想吃啥哥都供得起你。江哥，昨天市里那些采购商开的价格，简直是给咱送钱。以前咱这盐碱地连根草都长不出来，谁能想到今天能靠这玩意儿翻身？可不是嘛，当初谁不劝你别瞎折腾？现在好了。咱村名头都打响了，连县里的领导都点名表扬呢。请问，你们认识陈江吗？你是哪位？有什么事吗？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李总对你很有兴趣，他想见见你。李总。哪个李总？鲜生海鲜李万豪，李总，能在这片混这行的，谁不认识我们李总？李总发话了，你要是还想混这行，今天就必须去见他。江娃，你不能去啊！李万豪是咱们省城的地头蛇，黑白2道通吃。上次张富刚来投毒，说不定就是他的主意。投毒那次没得成，这次亲自叫你，肯定没安好心。江娃，这李总可比那个张富有很多了。他在省城势力大，又是出了名的地头蛇，咱们招惹不起呀。是啊，听说他手底下养着一帮混混，你去赴他的局，那不是羊入虎口吗？现在是法治社会，我就不信这青天白日的，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不行，我跟你一起去，真有什么事，起码能有个照应。你不能去，我对你有别的安排。你马上回基地去找秦老师，让他多盯着点监控。李万豪这种人做事没底线，我怕他明着找我，暗地里派人去堂子里下黑手，咱们得防着点。我明白了，家里交给我，你千万当心。陈老板真是年轻有为啊！听说你在戈壁滩搞出了大丰收，真是不容易。不过嘛，海鲜这东西讲究个快进快出，你手里那么多货，光靠你们自己肯定出不完吧？货能不能出完，是我的本事，就不劳李总操心了。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当年也跟你一样，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老哥，我体谅你的难处，愿意帮你一把。这样，你所有的货我全包了，按市场价的1/3收购。你现在就拿钱走人。1/3？
李总这算盘打得可真响。不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的螃蟹不愁卖。陈江，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你不卖给我，整个市场的渠道我都给你封死，绝对没人敢收你一只螃蟹。到时候你那一堂子的货全他妈得烂在仓库里，损失多大你自己掂量。好啊，那李总就睁大眼睛等着看吧，看看咱们谁能笑到最后。江娃，出大乱子了！咱们昨天的订单全被取消了。取消？老刘他们不是已经确认收货了吗？老刘打电话说，市里好几家大饭店突然同时放话，一口咬定咱们的货品质有问题，客人吃坏了肚子。现在所有的采购商都不敢收了，全在走退货程序。放他娘的狗屁！捞上来的时候个个活蹦乱跳，上车直接打烊冷链，哪来的品质问题？江哥，这可开不得玩笑啊！这活物脱了水放不了几天，要是一直没人收，全得死在筐里。到时候别说赚钱，连底裤都要赔穿了。刘哥，我陈江敢拿命担保，我的货绝对是最新鲜的极品，冷链运输也不可能出岔子。你告诉我是哪家饭店造的谣，我亲自带着质检报告去找他们当面对质。陈老板，你别问了，上面有大人物放话了，谁敢收你罗家庄一只螃蟹，以后在省城就别想再拿到一条鱼。哥几个拖家带口，就靠这行吃饭，真的惹不起啊！对不住了，陈老弟。肯定是那个李万豪干的。这下全完了，咱们几千斤的螃蟹，难道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全烂在手里吗？婶子，别哭，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他李万豪封死省城的饭店，还能封死全国的王显不成？江娃，你这是啥意思？线下不收，咱们就走线上，咱搞个直播卖货，直接卖给全国的买家。直播间的朋友们，看清楚了，我身后是雅布图的戈壁滩，我手里是土生土长的新疆青蟹。观众朋友们，整整8两，白肚清清，干净透亮，源头直发。第一批先上5000单，抢到的优惠8折。上链接，3、2、1，上！没了？什么没了？手机卡了？卖光了！5000单青蟹，上架3秒钟，直接秒空。后台还在疯狂催单。生生再加1万单！今天咱们让全国人民尝尝咱新疆自产的海鲜。百千万，300万！江哥，咱们今天赚了300多万啊！种了一辈子棉花，每天累死累活，一年到头也就挣个几千块。这300万，我活8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陈江，咱们火了！咱们的新疆海鲜直接冲上热搜第1了！不仅是国内，咱们在国际上都出名了。俄联邦、高丽国、霓虹的几个大商商直接打爆了咱们的客服电话，抢着要跟咱们签长期的跨国大订单。连外国人都来抢咱的螃蟹。
还不止呢，一个阿美利达的顶级海鲜进口商发来询价，要求直接包圆咱们下一批所有的青蟹，并且愿意出2倍的高价。两倍，那岂不是600万？俺的亲娘哎，这老外是疯了吧？花2倍的价钱跨过来抢咱戈壁滩里的螃蟹！不仅是抢订单，还有好几家国外的农科院发邮件，想高薪聘请我，套取咱们盐碱水调配的核心数据。我直接把他们全拉黑了。咱们九州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独家技术，他们想都别想。哼，干得好！这核心技术就是咱们的命根子，绝对不能泄露出去。陈江，有情况。老刘他们几个国内采购商看到外网的消息，全都在急，怕那些老外仗着出价高，把咱们的货全截胡了。老刘问，咱们是不是要把螃蟹全卖到国外去？生生，你原话告诉老刘他们，想买咱们的螃蟹，不管出多高的价，外国佬都得在后面老老实实排队。咱们这海鲜优先供货给九州的自家人，国内的市场填不满，一只螃蟹也休想发到国外去。好小子，硬气！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咱们江娃不仅有本事，更有良心，是个爱国的好后生。有追直爆弹起来！盐碱地里玩泥巴的土包，居然敢踩着老子的头大把捞钱！李总，现在陈江不仅在网上火，连咱们控制的那些星级酒店都在偷偷托人联系陈江，想要拿他的货。咱们之前下的封杀令快压不住了。老子在这个圈子里混了几10年，还治不了一个毛头小子。他陈江不是靠网络翻的身吗？那老子就在网上彻底搞死他！李总，您有什么高见？马上给我找水军，全网铺黑告，就说陈江的青蟹是用化学工业盐水勾兑养殖的，吃了会致癌，谁吃谁出问题。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看过来，咱们新疆牙布铺源头直发，今天发货量巨大，大家咋上下单的，今晚就能上飞机。丁，您有一笔退款申请。丁，您有一笔退款申请。陈江，不好了，网友全都在退单，昨天爆单的几万单，一上午退了一大半。黑心商家用盐水养殖螃蟹，全都赶快出问题！陈江，怎么办？这明显有人在带节奏。在直播间跟水军对骂没用，只会越描越黑。你马上去登咱们的官方账号，准备发澄清公告。去把秦博士叫过来，把所有白纸黑字的证据拍上去，发官方通报，必须第一时间澄清，及时止损。不干了，这没法干了！陈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就不干了。江哥，你跟我交个底儿，这水到底干不干净？我老家亲戚一大早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戈壁滩里跟着人制毒。我家3代贫农，娃明年还要考公务员呢。我要是成了投毒犯，我娃这辈子不就全毁了吗？我就说嘛，这鸟不拉屎的毒地，连根草都长不出来，咋能凭空长出这么肥的螃蟹？姜丸儿，你为了赚快钱，也不能丧良心用化学药水催熟啊！这可是要吃枪丝儿的死罪啊！怎么，网上几句没影的谣言，就把你们的骨头全下软了？啥叫下软了？咱们这是怕死！姓秦的天天让人往水池子里倒那些白粉末，包装上连个中国字儿都没有，全是洋码子，谁知道是啥要命的东西？你们城里人黑心，出了事儿拍拍屁股跑了，留着咱们这些泥腿子在这顶雷是不是？
你们胡说什么？那不是工业盐，是生态模拟盐，是经过我和我的团队严格科学配比的。你们根本不懂，这是在侮辱我的专业。少拿那些听不懂的词糊弄人。盐就是咸的，啥生态不生态？网上的大专家都说了，便宜的工业盐吃了生癌。一个细皮嫩肉的城里人，放着好好的城里生活不过，跑到这大西北的荒山野岭来，指不定就是在外头混不下去的假专家。对，肯定是骗子！报警！咱们干干净净做人，不能跟着你们当替死鬼！把赚的黑心钱吐出来，赔给咱们！都给我住手！不许你们欺负阿江哥哥！你疯了！你想跟着他一起吃枪子儿啊？吃你娘的枪子儿！当初江娃刚回村，说要在戈壁滩上养海鲜，你们一个个都在背后豆瓣笑话他脑子进水了。结果呢？人家不仅养出来了，还带着咱们赚到了钱。你们现在有脸这么对他？你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从建堂子到现在，江娃短过咱们1分钱工钱吗？他做过一件对不起咱们罗庄的事儿吗？现在就凭网上几句看不见摸不着的瞎话，你们就要早饭，良心都被狗吃了。那万一网上的大专家说的是真的呢？咱们乡下人不懂科学，谁敢拿全家老小的命赌啊？各位乡亲，我陈江做生意干干净净，我马上就会在全网发布官方声明，把国家质检局的红头文件、所有的水质检测校验单全部公开，信不信随你们，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磨磨唧唧的怕个鸟！金哥，我王二蛋信你，我跟着你干到底！都愣着干啥？等螃蟹饿死啊！干活！干！这堂子是咱们一口一口刨出来的。二蛋说的对，咱们怕个鸟！干活！干活！真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挺你的，居然是王二蛋。他平时老是对你臭着脸，恨不得句句带刺儿，我还以为他讨厌你呢。我跟二蛋从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他这人嘴上说话难听，但心眼不坏，遇到大事，骨头硬得很。国家质检局的红头文件、水质重金属化验单原件，还有咱们这几个月生态养殖的全过程监控视频，全在这里了。生生，把这些文件全部高清扫描，在全网所有官方账号发布澄清公告，全平台置顶，一句废话都不要多写，就放这些白纸黑字的铁证。发送成功。陈恒，你快来啊！你快来看看，订单全都回来了。昨天的退单不仅全部重新拍下，而且新增订单比昨天报单的时候还要多2倍。多了2倍。网友们说，咱们提供的化验单和国家红头文件就是铁证，造谣的人缺了大德。必须鼎力支持咱们这种踏实干事的良心企业，绝不能市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李万桃想用舆论搞死我们，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妈的，老子手里整整80%的星级酒店大单，竟然全被陈江这个毛小子抢跑了。李总，您消消气。陈江那小子开直播带货才几天，再加上咱们前段时间明里暗里卡他脖子，他那里营业执照、工商税务、食品流通这些证绝对跑不起。他现在根本就是光着屁股在裸奔。好啊，老子正愁找不到刀子，
马上联系咱们养的那些记者，就给我咬死陈江的养殖场手续不全这一点，往死里曝光这个黑心企业。李总高明，这新闻一报，工商局直接下去贴封条，他仓库里的海鲜全都得烂成臭泥。死几只烂螃蟹算什么？马上砸钱，把嘴最黑、最能搞事的记者全给我请过去，让他们开着直播去堵门，就给我死咬陈恒是非法黑作坊、无证经营。到时候他卖的越爆，判的越重，这数额够这小畜生是把牢底坐穿掺了。动作快点儿，这一车要在中午前赶到机场。陈先生，有人实名检告你的养殖场根本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你是不是在无证经营黑作坊？直播间的观众们看清楚了，这就是那个被吹捧上天的良心企业。现场环境极其恶劣，这些根本没有通过工商许可的来路不明的海鲜正在被发往全国。放你娘的屁！胡说八道什么？打人了！黑心商贩恼羞成怒打记者了！快把他们暴力亢奋的嘴脸拍下来！你们是什么人？敢跑来我们罗家庄撒野？看到没有？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黑作坊多点。我们的产品质量完全达标，你们没有执法权。现在立刻带着录像设备退出基地，否则我告你们寻衅滋事。大家别被他忽悠了，我是工商的工作人员，他这里的营业执照根本就没办下来。这一池子螃蟹全是非法售卖的黑产，报警！马上报警，把这个无证经营的诈骗犯抓起来！你说你是工商的，哼，怎么，现在知道怕了？现在是工作日的上午10点，你不在单位待着，跑这戈壁滩上干什么？我今天请假了，不行啊，请假来我这养殖场带头闹事。好，你哪个科室的？工号多少？你管我工号多少？你一个黑心商贩有什么资格查我？连6位数的工号都编不出来，冒充国家公职人员，罪加一等。好啊，弄个假官差来吓唬老百姓，真当我们罗家庄的人好欺负？砸死这个王八羔子！说吧，是谁向你们举报我？无可奉告，我们有义务保护举报人的隐私。你们不说我也知道，在省城能花大价钱叫得动你们的，也就只有李婉豪了吧？你没证据可不能乱讲啊！小心我告你诽谤！证据很快就有了。他几次3番陷害我，你们以为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吗？你们只是拿钱给他跑腿的。李万豪底子有多脏，你们比我清楚。今天你们敢在这儿造谣生事，等警方立案查下来，你们猜猜，李万豪会不会把你们推出来当替罪羊顶锅？不怕死的，现在就留下继续拍，等着之后蹲局子。怕死的，立刻滚！快撤，上车！呸！什么狗屁省城大记者，几句实话就把他们吓尿了。哼，一帮欺软怕硬的纸老虎。我就说吧，跟着江哥干准没错。江哥脑子好使，这帮鳖子算个球。行了，李曼航这是狗急跳墙，想断咱们的财路，咱们偏要赚得盆满钵满。大车还在等着装货，中午前必须装完发车。都行动起来，干！让他李外行看看咱们罗家庄的厉害！干活干活，挣钱去！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陈恒那小畜生是不是已经被铐走了？什么？什么叫这活你不干了？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喂，喂！李万豪在省城有钱有势，他要是天天这么下黑手，咱们防不胜防啊！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找黑心记者曝光咱们，咱们也找记者去查他老底。一般的记者没用，以李万华的财力，随便砸点钱就能把新闻压下来。一般的记者没有，那咱们就找不一般的。我有个大学同学在官媒当调查记者，我马上联系他，看看他对这种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感不感兴趣。这绿毛怎么还带夜光的？这人好像是李万豪身边那个狗腿子。肯定又是李万豪想搞什么坏事。走，咱们现在就去抓他个现行。别急，让他干。现在抓住顶多算个未遂。李万豪肯定也不会承认。咱们的物联网摄像头全高清无死角，让他把戏唱完，把铁证完完整整的给咱们留下来，咱一口气扳倒李万豪。蟹素幼体，专门针对螃蟹的寄生生物，它会像树根一样在螃蟹体内蔓延，吸干螃蟹的营养。被寄生的螃蟹会变成失去生殖能力的僵尸蟹，一旦让它们泛滥繁殖，咱们这整整一池子青蟹就全毁了。我操他姥姥的阴招！现在就把这些害人玩意儿全捞上来，架把火烧个干净！江哥，你干嘛拦着我？这种害人的东西不烧留着过年啊！这是物证。必须保留活体样本，这是咱们把李万豪光送进监狱他的铁证，扔不得。咱们先全部打捞起来隔离，一只都不能漏。把监控录像和这些活体证据全部封存。因基地客观原因，所有订单发货延期48小时，我们将尽快处理。延期？你那一池子螃蟹，现在怕不是全被蟹奴给吸成空壳了？跟我斗，老子玩死！哎呦，陈老弟，我看你网店挂了延期公告啊，怎么，池子里的螃蟹死绝了？是啊，李总，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塘里面多了很多蟹素，我的螃蟹都染上寄生虫了，根本不能发货呀。正好，老哥，我这库房里压着几千箱的极品现货呢，你要是实在交不出货，叫2声爷爷求求我，我心情一好，说不定能借你几箱，保你一条狗命。李总，您这可是救了我的命，这么大的恩情，哪能一通电话就对付过去？今晚市里聚贤大酒楼，我摆一桌谢罪宴，亲自给您敬酒，您可千万得赏光啊！行啊，之前看你小子那么死板，还以为是个硬骨头，没想到还挺会来事儿的。李万豪，希望你牙口够好，吃得起我这一出鸿门宴。陈江，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官媒调查栏目的林记者，也是我的老同学。全程监控清晰，再加上还有活体证据，这是教科书级的恶性商业投毒，这猛料我要了。陈先生，我听说您是重点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有份很不错的体面工作，为什么非要回到这片荒凉的戈壁滩搞养殖？为了我爷爷的遗愿，也为了证明咱们这片盐碱地不是荒地，不只能种棉花，还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好，我佩服您对家乡的这份热爱。我会做一个深度专题，报道你和秦博士团队在盐碱地创造的奇迹。只要报道一出，全国都会知道你们的贡献，你和你的家乡就彻底出名了。大恩不言谢，林记者。今晚我在市里的聚贤大酒楼定了位置，想请您吃个饭。
陈先生，我做新闻只看事实，你不需要用请客吃饭这套来贿赂我。不是贿赂，今晚投毒的幕后黑手李万瑶也会来。林记者大老远跑一趟，难道不想亲临现场，拿到这出大戏的第一手独家素材吗？李总，我敬您一杯。您往陈江池子里扔蟹弩，这招真是高。陈江那小子现在估计正对着一池子臭水哭爹喊娘呢。哟，陈老板挺懂事啊，知道来磕头认错，还特意带个标致的女人来孝敬咱们李总。李总，这是我远房表姐，一直在乡下生活，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我带她来见识见识李总的排场，您不介意吧？出来吃饭嘛，女人自然是越多越好。坐。陈恒，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跟我斗，你有那个资本吗？李总教训的是，我这几天算是想明白了，在省城这地界，您就是天，我今天来就是认输的。可是李总，我今天就是死也想死个明白。我那堂子好端端的，怎么一夜之间长满了蟹鼠？这到底是哪路神仙在暗中搞我？真是输得不明不白啊！哼，还哪路神仙？你那一池子要命的蟹弩，可是老子大半夜亲自提着桶，一瓢一瓢赏给你的。眼睁睁看着你那些宝贝螃蟹被吸成空壳，爽不爽啊？你现在那一池子死蟹烂虾，连喂猪都嫌臭，估计赔的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吧？我要是你啊，现在就跪下把李总鞋底的灰舔干净，求李总多给几箱货，要不然等明天天价违约金一催下来，你跟你那帮穷鬼乡亲全得滚去大街上要饭。陈江，你也别觉得委屈。做生意就是大鱼吃小鱼，那些蟹奴不过是我这个前辈好心教教你什么叫规矩。可是李总，您搞我的货也就算了，连省里那些大媒体的记者还有工商的人，怎么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堵我的门？这总不能也是巧合吧？哈哈哈哈哈！陈恒啊，陈恒，你书读的太多，脑子读傻了。在这省城，什么是规矩？老子就是规矩。你以为那些记者多牛逼？老子随便塞点钱，他们一个个就跟哈巴狗一样过去咬你。就是，咱们李总在这行就是王法，不听话的就往死里整。你也别在我面前装什么硬骨头。明天一早，我要看到你那破网店直接关停，你带着你的人滚回那个小破村子种棉花，否则下一次丢进你堂子里，可就不只是几只螺了。行啊，你大可以试试。正好等警察抓人的时候，我手里还能再多一份铁证。报警？你大可去试试。老子随便砸点钱就能把上上下下全打理干净。你以为警察会理你？李万豪，你在这省城是规矩，但放眼全国，你这套黑社会做态，总不能还是规矩了吧？录音笔，你是记者？记者又怎么样？老子手里养的记者没有100也有80，小小一个记者也敢来敲诈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行混不下去。李万豪，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林记者可不是你花钱能买通的黑心狗进，他是官媒调查栏目的资深记者，代表的是国家级媒体。等等，有话好说，你要多少钱？随便开个口，100万、1000万，只要你把录音笔给我，价钱随你开。收起你那些脏钱，你的这些恶行，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和全国人民的监督。给我，把东西给我！抢也没有用，录音文件已经实时同步上传到了国家台的云端数据库。今天只要我在这里出一点意外，守在门外的摄像员和我在燕都的同事，立刻就会把你的光辉事迹在全国各大平台上曝光。李万豪，你的死期到了。
陈老弟，不，陈爷爷，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是我瞎了狗眼，我刚才全是喝多了放屁，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高抬贵手，让林大记者把录音删了吧。李万豪，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呸！小畜生，想让老子坐牢？做梦！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订最快出国的机票，马上回公司拿钱跑路！李总，那可是国家台的记者，录音都上传了，警察肯定也知道了。咱们兄弟就是混口饭吃，可不想跟着您进局子蹲大牢啊！对不住了，李总，您自己保重吧。一帮白眼狼，还真是树倒猢狲链。行啊，等老子到了国外东山再起，有你们好看的！痛快，真是太痛快了！这帮鳖子也有今天。真可惜我当时不在现场，没能亲眼看到那个李万航跪在地上狂扇自己巴掌求饶的样子，那得有多解气啊！林记者刚才发来消息，说警方已经拿到了云端证据，这会儿估计已经开始收网了。别废话，让你买机票就赶紧买，带着儿子去 VIP 通道，咱们立马飞东南亚。万豪，警察刚才已经来敲别墅的门了，我哪还敢去机场啊？我不跑了，我不想陪着你一起蹲大牢啊！你也别拿钱了，赶紧跑吧！放屁！吃老子喝老子的时候你怎么不怕？不拿钱，老子带你们娘俩去国外喝西北风啊！这都是老子辛辛苦苦搜刮来的，一分也不能留给他们！马上滚去机场等我！敢报警，老子连你一块收拾！老王，快把车骑到地下车库后门！喂，操你妈的，敢挂我电话！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等老子逃出去了，只要到了国外，老子照样吃香的喝辣的。陈航，你给我等着，等老子东山再起！花钱买杀手也要弄死你！李万豪，这栋楼已经被全面包围，你无路可逃，立刻下楼！陈江，快来！我把水稻医教专家孙院士给咱们请来了。孙院士，欢迎您来罗家庄。好土，倾泻的排泄物和脱落的蟹壳全被微生物分解成了最顶级的天然有机肥。陈江，你们这片盐碱地简直是为海水稻精神定制的宝地！我宣布，罗家庄万亩海水稻套种计划今天全面启动。接吻啦！快过秤，后面的车还等着卸呢。秦博士，示范田的中测测数据出来了吗？出来了，亩产601公斤，咱们的海水稻亩产远超全国盐碱地平均水平，601公斤。老天爷啊，咱们这不长毛的犊地真的长出金子了！好，阿卜杜大叔，你家入股了5亩盐碱地，加上年底的海水稻分红，总共35万，上来拿钱！哎，来了！乡亲们，我阿卜杜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钱，咱们跟着静娃真的翻身了！江哥，我昨天刚去城里提了一辆顶配的 SUV， 以后咱们罗家庄的海鲜出村全靠我这4个轮子啦！二蛋，你别光顾着炫耀车，你家那栋3层小洋楼下周就封顶了，到时候全村去给你暖房。
爷爷，您看到了吗？罗家庄的盐碱地真的长出金子了，罗家村的乡亲们也终于过上好日子了。接下来有请罗家庄水产养殖合作社牵头人、盐碱地海鲜养殖先锋陈江同志上台发言。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江。几年前，当我回到这片土地时，所有人都告诉我，这里是连草都不长的毒盐碱地。但今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池子里爬满了高肥肉满的青蟹，我们的田里长出了名产601公斤的水稻。但我深知，这份奇迹不属于我个人，没有国家大力扶持农业的政策支持，没有像秦博士、孙院士这样科研人员扎根戈壁的无私奉献，就绝对没有今天闻名全国的新疆海鲜。罗家庄只是一个起点，我们不仅要让这片干旱的戈壁滩长出最顶级的海鲜，我们还要把这份技术推广整个大西北。我们要让华夏每一寸沉睡的盐碱地都凭造福子孙和后代的丰饶良田。那里有只大青蟹，快追啊！你慢点儿，当心踩了稻子。江娃，说，我在。以前啊，村里人做梦都想逃出这片不长毛的毒地，你爷爷也念叨了一辈子。今天，终于在你手里实现了。咱们这穷乡僻壤的毒盐碱地，咱们这一亩荒滩，真的变成了长粮长肉的宝地良田啊！叔，这才到哪儿？罗家庄只是个开始，只要咱们手里的技术在，这戈壁滩上的奇迹就不会断。以后不止咱们罗家庄过得好，还要带着整个大西北的乡亲们一起致富。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